这些年来，我每到春节都选择不回老家，因为那种经历实在让我身心俱疲。我不愿意与老家的人有过多接触，也不想去走亲访友。说句实在话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意识到，我们家族里有相当一部分人精神状态并不健康，这些问题是后天环境造成的，同时他们的性格上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。最让人害怕的是，即便我努力想摆脱这些影响，却仍能在自己身上看到一些他们的影子。此外，老家的气候干燥寒冷，环境污染严重，这些也让我对回去毫无兴趣。我只想待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，这个环境需要人们彼此尊重，边界感明确，而不是充满干扰和矛盾。在一些传统观念里，春节不回老家就像是做了天大的错误，甚至被认为是不孝。但我觉得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。有些人明明知道老家的发展机会有限，却因为亲戚朋友都在老家而迟迟不愿离开。事实上，从人类的本能来看，迁徙是与生俱来的。无论是鸟类还是其他哺乳动物，当一片土地不再适合生存时，它们会本能地迁徙到更适宜的地方。这是自然规律，不值得质疑。虽然人类是群居动物，有强烈的社会属性，但这种迁徙的本能仍然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在某个地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，不妨尝试换个地方生活。放下过去的朋友圈和社交圈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只要你在新的环境里发展得好，你完全可以建立新的社交圈。而且这种新圈子往往会带给你更多的尊重和正能量。相反，如果你死守在旧的圈子里，不仅得不到成长，周围的人还可能拖累你，让你停滞不前。有些人总是把亲情挂在嘴边，认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。但实际上，年轻时可以重视亲情，随着年纪增长，事业才应该成为生活的重心。事业上的成功，才是你与他人建立感情连接的基础。拿对子女的教育来说，我见过一些家长，自己只是普通的上班族，甚至离婚后独自抚养孩子，却整天在朋友圈晒孩子的照片和动态，配文写着孩子是我的全部，我要给他最好的。但从现实来看，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不会感激父母，甚至可能对父母产生厌恶。这种厌恶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。第一，物质条件的不足会让孩子在同龄人中自卑，尤其是在一个越来越注重物质的社会里，不要和别人比吃穿，只比成绩，这样的想法早已行不通。第二，在精神层面，家长的过度关注会让孩子感到窒息。一旦有机会，孩子一定会试图逃离这种环境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家长的事业和经济条件才是最重要的，比所谓的亲情更有实际意义。对于父母，你可以在经济上给予支持，比如定期给他们生活费，让他们去旅游、跳广场舞、和朋友打麻将。这些比你时常回家待在他们身边更有用。因为父母也需要在自己的社交圈中有面子，而不是每天围着你转。2代人长期生活在一起，矛盾只会越来越多。对于孩子，首先要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需求，让他们在同龄人中不至于感到自卑。其次，在精神上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，不要过多干涉他们的选择，给他们独立成长的空间。他们有自己的世界和社交圈，不需要每天和家长黏在一起。最重要的是，家长要以身作则，而不是整天给孩子讲大道理。如果你在事业上表现优秀，即使不主动和孩子过多互动，他们也会感受到你的影响，并在潜意识里对你产生尊重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会越来越明白物质的重要性。特别是当孩子长到20多岁、30岁时，他们可能不会直接表达，但内心会默默评估，在他们成长中关键的时刻，父母是否真正为他们提供了支持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他们以后对父母一定不会差。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他们可能会在心里埋下不满，甚至将父母视为负担。最后，聊点现实的问题。为什么穷人总是特别在意过节？
因为过节能给他们带来短暂的幻想和休息时间。而富人每天都像是在过节，他们不需要靠节日来获取满足感。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世界上只有这一片土地存在春运现象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这里的人普遍过于贫穷、匮乏，同时缺乏自由支配时间的能力。每年春节，总能看到很多人在高速公路上塞车、饥寒交迫的新闻。这种现象即使不发生，也很难说春节回家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它更像是一场劳累而心酸的旅程。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，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，于是漂泊便成为一种常态，而春运就是这种漂泊的缩影。总结来说，无论是对待亲情还是生活中的其他关系，最重要的永远是提升自己。事业的成功和物质的保障，才是你与家人和孩子维持长久关系的基础。与其执着于形式上的团聚，不如专注于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，也能为家人提供真正的支持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